我一直没有问过你，在重庆的时候，你真的喜欢过我吗？以前我一直觉得，那就是喜欢。可现在我才知道，那不是。可是阿尚，我现在才发现，我是喜欢你的。是这样，别这样，我们已经过去了。你不懂我的心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打扰你的。即使我们做不了情人，还可以做朋友，不是吗？阿尚，你一点都没有变。我知道你还年轻，又长得这么漂亮，家庭教师呢又是一个体面的职业，所以你肯定是不用想这些的。更何况令兄不是也还没成家呢吗？冯医生有女朋友了吗？我还真不太清楚，不过医院那些护士还有家属病人好像都挺喜欢他的。我哥从小就受女孩喜欢，这一点我倒不用替他操心。那也还是要擦亮眼睛，仔细挑选一下。冯小姐，你单纯又善良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女人骗男人的手段多了去了。结婚之前装的贤惠温柔又善良，结婚以后就开始嫌弃老公不赚钱了。要么呢，就是嫌弃小姑子不嫁人，或者是嫁妆太多了。孙姨娘，你这是拿自己打比方吧？我刚才听见家康在哭，你这个当娘的也不去看一看。是。太太，冯小姐，回见。请坐，谢谢太太。怎么看都是荣定坤喜欢的类型，可为什么他宁愿去偷于之慧，都不愿意多看冯世珍一眼？难道他真的已经将冯世珍当成儿子的女人了，所以才故意避嫌的？太太，有些事我想问你一下。前日舞会发生的事情，想必你都知道了。下人们都在议论，很难听不到。家里人多口杂，想瞒是瞒不住的。只是我听说，事发那天你好像一直跟智慧在一起。是的，于小姐当时喝多了，我原本是想去请杨先生的，但那时我哥刚好想回家，我就先送他出门了。太太，于小姐这事都怪我，要是我能及时……嗨，怎么会怪你呢？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大少爷，你出门啊？太太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上楼了。去吧。
先生，他变得愈发像荣定坤了。先生早。大少爷早。我才想起来方林他们今天出门，不用上课。先生留步。我们还是朋友，不是吗？先生要来看看我的字吗？遒劲有力，刚硬端正。当初孟轩肯定没有看过荣家上的字，能写出这么漂亮字的人，怎么会是传闻里那个怪癖顽劣的纨绔子弟呢？要试试吗？好啊。真特别。先生生性坚韧，聪慧多谋。若是生作男孩，定会有番不俗的作为。既然已经生做了女儿身，就不去想那些假如的事情了。做人啊，最忌讳的就是好高骛远。黎民百姓，还是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最要紧。如果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的人，还谈何宏图伟业呢？以前总是嫌弃先生唠叨，可想到以后很难再听见先生说教，总有些舍不得。你以后不来上课了？我爹让我多学一些商行里的事情，学业暂时停一下。你放心吧，我没有放弃我的梦想。你送我的6分仪，同我的飞机模型摆在一起，我天天看着它。那很好。我确实见不得明明聪明有才华的年轻人，放下自己的追求，而去钻营生意。你家境富裕，更是应该争取实现理想才是。世珍，你有喜欢过的人吗？喜欢过呀。长这么大，如果没有喜欢过人，岂不是太奇怪了？是什么人啊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
你的资料查得这么详细，从来没有发现先生和哪个男士过从甚密。你不会是编了个人骗我吧？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再说了，你以前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，你有喜欢过的人啊？你是说小本？嗯。那不过是年少时的误会罢了。大少爷这么说，可是要伤人心的。我是说真的，他妈妈是从良的女校书。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随母姓林，叫做林世之。我只知道，她妈妈是富商的外室，因为大母不容，他们母子3人被赶出家，被迫寄宿在重庆的远房亲戚家。所以你是为了他，才在重庆多待了1年？谁跟你说的？方林、方化他们，听他们说起，你们俩是青梅竹马，是因为造化弄人才被拆散开的。这好不容易重逢，你又订婚了，听起来还真是一出波折起伏的大戏啊！小丫头们瞎说的。我当时是想去考黄埔军校，他们在招第1届的学员，我背着我爹去考，居然考上了。我爹不同意，一心要我念商科，我就赌气赖在了重庆。当然了，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还是被半劝半威胁的招了回来。飞机要飞上蓝天，就要冲破地心的引力，还有空气中的阻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稍有差池，就会坠落下来，机毁人亡。独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是啊，有的时候觉得自己长大了，有时候又觉得太年轻，力量不够强大。这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。哎，说真的，我还想着你哪天能带我去坐你开的飞机，去天上看看呢。真的？嗯。你想坐我的飞机？想啊，我也想享受一下我学生的福啊，不然以我这种情况，哪里坐得起飞机啊？那就说定了。世珍，将来有一天，如果我开上飞机了，我第一个带上你。一不来上我的课，就直呼其名了。你太狡猾了，明明在说你的感情，你又牵扯到我身上。是吗？我可没打算告诉你啊。姑娘，对，办点小事。你们说这杨先生如今可成大人物了，这被表姨夫抢了老婆，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呀？就是咽不下，他也得咽，他还得指着荣老板给他口饭吃呢。而且我还听说荣老板给了他不少钱呢。哦，再多钱那也是掉面子的事儿。这一边是表姨夫，一边是老板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这杨先生真是够可怜的。哎，你们说他们会不会就这么闹掰了？可以说，真有这可能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来，杨先生，哎，对，荣老爷在楼上等您呢，让您过来就过去一趟。怎么闹不掰啊？就这窝囊劲儿，他不敢，是吧？我倒觉得有可能。行了。
晶儿，修成来了，坐吧。我听说你病了，这脸色还真挺不好的，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大夫诊断一下？我就是得了点风寒，怕传染给别人，让姨父费心了。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修成啊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，憋在心里面说不出来，很难受，对吧？唉，是姨父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我之间呀，不光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，还是姨父和外甥。虽然你是太太那边的姻亲，同我们荣家隔得远点儿，但是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外甥对待，培养你，提拔你。在这之前，觉得表姨父对你有什么不公吗？姨父对我有再造之恩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我说这些呀，不是为了让你报恩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能像今天这样出人头地，那也是你自己的功劳。我不希望我们两个因为一点小事而有了嫌隙啊。于智慧的事，那天你也在场，他可不是无辜的。你也知道，表姨父从来不强迫女人。好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就不说了。但是不管怎么着，出了这样的事，姨父心里还是很惭愧。我知道你现在跟我处事会比较尴尬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去好好的放个假，放松一下，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，啊。若你还想回来，郭经理快退休了，加上也还年轻，总经理的职位给你留着。若你另有想法，那我们就再慢慢商量吧。姨父教过我，女人的事，小事，姨父对秀成的恩情，秀成铭记于心，断不会因为此等小事与姨父疏远。但商行里面人来人往，难免闲话，我出去避避风头也好。好，那你去吧。表哥，爹，你和杨秀成说了什么？给他放个假罢了。哦，天津这单你办得不错啊，拖了那么久都没谈妥，你一去就办成了。你那几个师叔都在夸你年轻有为啊。爹，不打算继续用杨秀成了？跟爹说说，如果是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
爹，你本来就不是全信他，现在怕是更不敢信了吧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倒是你，应该吸取我的教训，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坏了事。那个桥本小姐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有这么个女朋友啊？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就是我在重庆认识的一个女孩。哦，对了，爹，您之前一直看不起的那个，就是桥本小姐。哦，原来是她呀。这么说，被家里认回去了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她姓桥本呢？有什么好说的？爹要是知道了，我怕就是要和桥本家签结婚合同了吧？哼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我管着你，安排你和杜家定亲，安排你进商行，你都不情愿。但是你还小，你什么都不懂啊！我要是不管着你，你现在还在浪费时间为你那不现实的梦想奋斗呢。爹，飞行员是一项受人尊敬的职业，这是我的志向。开飞机怎么就受人尊敬了啊？别管开什么都是司机。哎，你尊敬给你开车那个刘三吗？我认为每一项职业都值得尊敬。爹，您的思想太守旧，太固执了。哼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想从军，一直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，但是军营里面派系纷杂，争名夺利，撕咬分杀，跟江湖上没什么区别。想当年，你爹我和赵叔，那也是怀里揣着梭子枪，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跑货。只要是半路上遇到劫匪，都是拿命护着货呀。后来家业壮大了，我们得守地盘，打点水陆两道，防着仇家，那也是枪不离身呐。晚上睡觉，枪都得藏在枕头底下。你想扛枪拿炮？你爹这辈子是拿够了枪了，生个儿子吧，本来可以安安生生的做少爷，读书做文章，偏偏要去拿枪。哎，好了，话不多说了。哎，秀成放假了，他的事你来办。这是他经手的资料，你好好看看，熟悉一下咱们荣氏商行的事务。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冯小姐，我听说你们家原来在文春里有一家药铺，后来被大火烧毁了。幸好家里人没出大事，我爹受了伤，不过现在快养好了。赵秘书，来我办公室。进来。大少爷，您找我？我爹让我接手杨先生的事情，我刚刚看了一些文件，有些不明白的地方。你一直跟着杨先生，关于文春里的项目，你可清楚？啊，文春里这个项目，的荣家，这是为何？老爷当年吧，一早就想收购文春里的地皮，杨先生带着我去谈了好几次，但是因为附近的商铺和居民实在太多，
各家有各家的要求，实在谈不拢。因为这事儿，老爷还把杨先生臭骂了一顿。不过这文春里后来忽然一夜之间就烧成了废墟，这地不值钱了。大圣公司就趁此机会吃尽了文春里的地皮。至于他们后来为什么没有翻倍，倒手卖给荣氏，这个当初都是杨先生和他们谈的，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。这不合逻辑。荣家既然一直想收购这块地，以我爹和杨秀成多年经商的敏锐度，怎么会在降价的时候没有及时去跟进，反而被大圣抢占了先机？这个大圣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文件上面也毫无提及。是啊，大少爷，跟您说实话吧，文春里这个项目，自大火之后，这个包厢有人了。没人我还不来了呢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去杭州参加我一个同学的婚礼，碰巧看到你失魂落魄的上了车。瞧你这出息，不就是被戴了绿帽子吗？那个女人是个什么货色，你自己不清楚？我的事情，你管不着。我才懒得管呢。你也是个人才，放到别处，少说也能做个商行老板，偏要给荣定坤做狗。起早贪黑打下的江山，将来全归荣家上。哎，你说，你知道荣定坤那么多秘密，他的手段想必你也清楚。你觉得你今后的下场会是如何？是江里的一具浮尸，还是郊外的一抔黄土？文叔，你家里也没什么亲人，这过年过节的，连烧香祭拜都少。优柔寡断，既想要飞黄腾达，又做不到利益至上。你要是真想分荣家一片江山，早该一脚踹了宇智慧，去追荣芳龄。你这倒好，重情重义，被于知慧摆了一道。杜小姐，如果你来就是为了奚落我，我不需要。请你回自己的包厢。我是来提醒你，杨秀成，怎么说你也算是个精明有才的好男人，只可惜跟错了主子，看错了女人。你若是到今日都还执迷不悟，还是搞不清楚自己该要什么，那你就是天底下最蠢、最贱的货色。
少爷，大少爷，少爷，去文春里。哎，今天怎么有闲心约我来这儿啊？我问你个事儿，去年文春里的大火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不知道？那场火烧的，整个上海滩都看见了。哎，我家报馆还是头一个报道的吗？那块地，后来不是被你们家给收了吗？那场大火之后，有一家叫做大盛的公司把那块地皮给收了，但很快那家公司周转不灵，于是把那块地皮贱卖给了我们家。你各路人马认识的比较多，你帮我查一下这家公司到底什么来历。这家公司的事儿，你回去问你爹不就行了？荣家打开门做生意，对方的情况多少也是了解的吧？云池，不瞒你说，文春里的这场大火很有可能不是意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怀疑有人故意纵火，操纵地皮价格，而这件事情可能和荣家有关。我想知道真相。云池，拜托你帮我查一下。快点吧。粗鲁。晚上还要和父亲去荣家做客，你这个样子，怎么给人留下好印象？怕什么呀？横竖老大不出门，爹也就我一个儿子，那荣家想跟我们合作，还不得跟我谈生意啊？糊涂！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弟，还是双生子，你这个窝囊样子让人瞧见了，让荣家的人以后怎么看我？你不就是想跟你那旧情郎重修旧好吗？要我说啊，是你的跑不了，不是你的求不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爹爹当初把我们找了回来，恢复了身份之后，你们就说阿尚家贫，高攀不上我们这样的家族。结果呢？结果，他竟然是荣氏家族的大少爷，荣氏商行的第一位继承人。要不是当初你和母亲苦苦拆散，我和他早就在一起了。我说姐，你可别倒打一耙。当初是谁嫌弃人家家穷，才决定和他了断了的？还成了我们的错了。现在可好，人家已经订婚了。要不然姐，你就凑合凑合嫁过去做个妾。做妾？绝不可能！你忘记我们母亲当年是如何屈膝在太太膝下，像个下人一样被人使唤，毫无尊严，郁郁而终。你忘了我们俩从小受了多少白眼和屈辱？要不是大哥现在半死不活，爹爹又怎么会找我们回来？我绝对不要过母亲那样的生活。我要明媒正娶，嫁进荣家，当正房太太。我还要让整个荣家都在我的手上。现在人都已经订婚了，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阿尚重感情，我们
毕竟也有过一段回忆。如今，我要想想如何用好这段感情。大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冯先生在吗？回大少爷，冯先生跟太太告了假，回家过节，要晚上才能回来呢。知道了。大少爷，妈，您说的是谁啊？我怎么没印象啊？就是那个赵伯母家的那个侄女，哎，你女中的那个同学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我想起来了。赵伯母啊，问了好几次了，可你哥哥连面都不露。哼，哎，这样下去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啊？妈，哎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又提抱孙子的事啊？妈说的是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找个嫂子啊？你可别以为你跑得掉啊，咱妈也给你打听着呢。你都没结婚，我着什么急啊？哎，你可不能这么讲啊！你都23岁了，女孩子家你再不嫁，往后拖下去就要给人家当后娘了。妈，我不着急。妈，你别担心，我妹啊，要是真不愿意嫁，我养她一辈子。瞎说。哎，哥，这围巾没见你戴过。啊，应该是被人送的。今天天有点凉，我顺手给赔上了。荣家那2位小姐这2天就该考学了吧？哥哥倒是很关心荣家的事情啊。我关心他们干什么？我是关心你。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够辞职回来。想找工作的话，哥可以想办法嘛，就来我们医院。自由自在的，还有哥照应，总比荣家好吧？哥，你今天戴的围巾手感极好，一看就是用的上等的精细羊绒，但是这个针脚却不大均匀，显然是有人亲手编织的。虽然这个编织者的手艺不怎么好，可是看得出来，这一针一线皆是心意。能用得起这等细羊绒的人家，想来也不是什么普通人家。这同样的花色，我倒是在荣家见过。你怎么跟妈一样，开始操心我终身大事了？这门诊部每天都有很多人过来送谢礼的，我就是看今天天凉风大，顺手围了一条。至于你说的什么花色啊、质地，我也不懂。想必那个病人是什么大户人家吧？哥，你拿人家当病人，可是人家又怎么想呢？围巾这样私人的东西，你也好收啊？还是避点嫌好，免得又传出什么风言风语的。好，可知道了。我呀，在国外待久了，倒还真没在意这些繁文缛节。你不喜欢，哥以后不收就是了。那条围巾明天就给放回去。好，时间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注意安全啊！回去吧。谢。冯小姐，出去吧。好。尝尝这个千层酥吧。刚刚出炉，阿文就送过来了，味道不错。还在生我的气啊？不敢。你看这千层酥，从一块小小的面团，反复擀压，
重复对折，这慢慢的才变成了一个精致的甜点。口感很好，很松脆，而且甜而不腻，就如同人生一般，需要千锤百炼，才可以张弛有度，沉浮于心。我说的这些话，你懂是什么意思吗？我难得出门一次，只是想问问七爷，有什么吩咐吗？上次生日会，七爷跟荣定坤见了面。最近我觉得，荣定坤越发的防着我了。最近，他防着你又岂止这几天？早就把你底细查得清清楚楚。不过时珍啊，荣家小姐们该考学了，结束之后，你的工作就完成了，那你还有什么借口和理由继续留在荣家呢？确实，荣定坤一定都知道我是文春里的受灾户之一。如果小姐们考完试，我还继续留在荣府，别说荣定坤了，就连荣家上也该起疑了。所以，我决定主动请辞。主动请辞？以退为进，可以让荣定坤放松警惕，这是个好办法。不过这回荣家上可没理由再找你回去继续留在他身边。荣家上告诉我，他要正式去商行工作了。荣定坤跟于知慧闹了这么一档子事，我估计荣家上十有八九是要去顶杨秀成的位置，会成为荣定坤最得力的副手。好，那我们拭目以待。欢迎欢迎啊！荣老板，这是犬子、桥本来二。荣老板好。啊，你好你好，哈哈哈，来，请坐。好好好。桥本先生，令郎真是一表人才啊！冯先生好。小月，前面在做什么？这么热闹啊！好像来了2个日本人，听说姓什么桥本的，正在厅里头跟老爷说话呢。哦，快去忙吧。好的，冯先生。一直这样，荣老板的大名，今日得以相见，兴奋兴奋。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桥本先生过奖了，请用茶。听说荣家在上海有好几处房产生意，正好我们家想换个更大的寨子，不如荣伯伯帮忙推荐推荐，顺便多给点优惠。婵儿，不要多话。犬子唐突，自幼在乡野关，没有规矩，还请荣老板多多见谅。哼，无碍无碍啊。正好最近新开发了一块地皮，恰巧明日犬子得空，不如让他带桥本少爷出去转转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合心意的地方。啊，那太好了，多谢主。不是有客人吗？你怎么不在下面陪着？嘘。好不容易找机会出来躲一会儿。怎么？怕乔家二少认出来，你就是他们家小姐的旧新郎？认出又怎么样？我和他早就毫无关系了。你这是刚从家回来？伯父伯母还好吧？都挺好的。我妈还念叨你呢。你爹呢？身子好一些了？烟瘾是轻多了，食量也大了，就是肺不太好，大火里给熏坏了，天一冷就犯病，成天咳嗽。你当初也太不容易了，都不敢想象你是怎么撑过来的。那个时候，
家里烧成白地，都是靠我爹的好友们凑钱，才把医药费交上的。幸亏我们家在老家，还有几亩薄地，也有一批药没有入仓，把这些全部都贱卖了，钱也够我们苟延残喘。那文春里呢？文春里的房子后来卖了吗？都烧成那个样子了，能卖多少钱？不过是一点地皮钱罢了。我家还算好的，我大哥做了医生，薪资还不错，养得起家。可是还有多少街坊邻居，因为这一场大火，变得一贫如洗。别说了，我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。要不是在重庆耽搁了1年，不然我就可以早点回来了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，就算你去年回来，我们未必能认识。是啊，你是家里正经开药店的女老师，而我是走私大亨的儿子，我们的生活没有交集，也不是在一个圈子里。即便我们2个认识，你是不是也不会多看我一眼？三少，来了。快去吧。时珍，若是你遭遇的苦难真的同荣家有关，我该如何自处？但若你家没有出事，我们又是否还能遇见？恕不远送，请留步。走吧。照片上这名女子叫孟青之，就是那天你生日会上那个不请自来的孟旭安孟老板的姐姐。当年我和孟小姐分开，她把祖传的金麒麟送给了我，留作纪念。我当时生意破产，不得已变卖了金麒麟，挽救荣家。孟旭安就是想要回这只金麒麟，所以，您需要我做什么？
当时这只金麒麟卖给了一个姓张的收藏家，后来几易其手，现在下落不明。你去查一下，确定他具体的下落。您是要把这金麒麟送还给孟学安？是啊，这个孟学安对我有误会，我只有把金麒麟还给他，才能化解两家的恩怨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我这也是为你接手荣家做打算呀。爹，您一向杀伐果断，又怎么会忌惮孟学安呢？这金麒麟本来就是孟小姐所赠，那当然由我们荣家来处置。孟学安又有何理由讨要这金麒麟呢？这只金麒麟是他们孟家的传家之宝，孟学安要回去实属正常。况且当时我和孟小姐分开，是我有愧于她。加上我这么辛辛苦苦的维护一切，都是为了你呀。你记着，孟学安绝非善类，我替你平息恩怨，扫除障碍，将来也好把荣家放心的交给你。您放心吧，我会尽力的。还有，桥本少爷看房的事情，我已经和乡里交代好了。明日看房你跟着去，他有什么需求，你看着办。以后这些事不用问我，从今天起，你自己做决定。是。我就不去了。走吧，先生。先生一起吧。妈妈，我想让冯先生同我们一起吃早饭。那就一块坐下吃吧。陈妈，再加双碗筷。是。谢谢太太。先生快坐吧。早啊，先生。早。吃碗馄饨。谢谢。冯先生。小玉。冯先生，这是给您的花，真好看。考试了，你能不能开车带我们和冯先生一起去看看考场？我等等要和云池去陪桥本家看房，你们若没事的话，
就跟着我们一起去。等看完房，顺道看看考场。那赶快吃，吃好了一道去。你们先吃吧，我等你们。想好回去怎么跟荣定坤开口了吗？我要真走，荣定坤就算不杀了我，也会毁了我。至少我在上海没有立足之地。这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上海一座城。我们家要在广州开第2家银行了，跟着我，我会保护你。我去度假干嘛？当你养的小白脸吗？你爹无非再给我一个乡里做，我在荣家这么多年，他怎么可能会信任我？又谈何重用？那你想如何呀？跟荣家上解除婚约，跟我结婚。我若成了杜家的女婿，你爹自然会信任我。说的轻巧，我跟任家尚说好听了是一场婚约，说难听点就是一场交易。一旦解除婚约，荣杜2家签订的各种协议都要作废。我辛辛苦苦做了20年的孝女，到头来为了一个男人惹我爹生气，我图什么呀？再说了，要是真的解除婚约，我们家还得倒赔一笔钱。你真想让我坐实赔钱货这个名声吗？那我们现在谈论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有信心把荣家尚架空吗？不好说。荣家尚虽然刚刚接手商行的生意，是个新手，但是他非常聪明，又肯吃苦，没那么好忽悠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他当初是想从军的，是荣定坤死活不同意，硬拉着他回来接手家业的。从军报国，这么高的理想，荣伯父居然不理解。那我这个做妻子的，自然要支持他去追求理想了。至于家业嘛，不是有你这个能干的2掌柜吗？荣定坤是个老狐狸，是否让我当上2掌柜，还另说呢。怕什么？荣家的家业迟早会落到荣家尚手里。你呢，就耐心地培养自己的事业。等你羽翼丰满了，荣伯父和我爹都老得不管事了，我就跟人家尚离婚。到时候，荣杜2家还不是我们说了算？哎，好了，不想了。既然想不出更好的法子，那就过一天算一天吧。方画今天可真好看。先生，你这样看着我怪难为情的。待会儿武少爷看到你啊，肯定眼睛都看直了。就是，先生。芳华妹妹漂亮的跟换了个人似的，这是换了一家新的美容沙龙吗？这沙龙叫什么？告诉我，我介绍给我家妹妹嫂子们。云池哥，你这样就过分了呀！要夸我们芳华好看呢，就大大方方的夸，夸什么美发沙龙？我们芳华又不是广告模特。好，我的错。今天妹妹好看的，
我都说胡话了。先生是要和2位小姐出门吗？对，后天我们中戏女塾就考试了，大哥让我们和你们一起去，正好看一下考场。嘉上，今日劳烦你了。哎，师之，阿尚，你怎么来了？父亲也让我一同去看房，你不会介意我一起吧？怎么会介意呢？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啊，是吧，大哥？桥本小姐来看自家房子，合情合理，何谈介意？这边请吧。这桥本小姐对你还真是情深意重啊。我觉得她比兰心姐好。别乱说话。这说起家世，桥本家可能更胜一筹。唉，真该早点让你们见面，也许这样大哥就不用。都说了别乱说话，你们当我是什么呀？谁好我就卖给谁。玉池哥，我也想坐你的车。好，去吧。唉，看起来你这2位妹妹好像更喜欢桥本小姐。这论笼络人的手段，她比杜兰心可更高一筹。阿尚，我们是不是该出发了？来了。请。昨晚没睡好，开车太累了，你开吧。哎。没事吧？麻烦开慢点，我有点晕车。好的，桥本小姐。阿尚，你当初描绘了那么多上海的景色，还说要带我来看，现在果然兑现了。我当时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，10来岁就离开了家，上海的事情早就不太记得了。那个星梦的给你送花，你不太高兴？我哪有不高兴啊？怎么会有女人不喜欢鲜花呢？那就糟了。我刚和家里说，以后那个姓孟的送花我们一概不收。要不待会儿回去，我再给管事的说一声。你是东家少爷，自然要听你的吩咐。你想我收我就收，你不想我收，我也不缺那一束花。孟轩这个人太复杂，他不安好心，你少跟他接触的好。要是你真的喜欢花，我每天都可以送给你，怎么样？还是敲了门挂在门上吗？大少爷送花，似乎只有这一招呢。你说孟先生不安好心，我有什么可值得他图的？图色啊！图色啊！图色是不安好心的话，那大少爷对我也不安好心啊。
阿尚和冯小姐在聊什么开心的事啊？也说了让我听听啊。我们在聊杜小姐呢，加上她想讨未婚妻开心，想送她一件很特别的礼物，所以来跟我征求一下意见。啊，阿尚就是这样的人，只要他想对一个女人好，真的是会把对方给宠坏。乔薇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别动。怎么了？头发缠在衣服扣上了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大少爷，我们到了。谁让你来这里的？这是哪儿啊？阿尚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文春里啊，老爷一大早就安排好了行程，我也是按老爷吩咐办的。废什么话，赶紧把车开走。那这里不看了？既然来了，总要看一眼再走。再说了，桥本小姐不是还要看房吗？原来是大少爷驾到了，难怪这天立马就放晴了。只是眼下这工地四处乱糟糟的，怕是招待不好诸位贵客呀。原来这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啊！这样，那我先带诸位少爷小姐们四处参观一下吧。我们这儿地理位置特别好，这外围呢做的是大商铺，内圈啊都是独栋的小洋楼。我就想看看独栋的小洋楼。这位小姐果然眼光独到，我们这儿啊正好东南角有一栋独栋小洋楼，是专门请洋人设计师设计的，那叫一个空间大，视野广。不错，带我们去看看吧。好，没问题。大少爷，您请吧。走吧。你要是不舒服的话，我让司机送你回去。这片地是你们家的？人家便宜转手，我们家就买下来了。等到时候那个码头变成私有港的时候，这里应该会挺旺的。火都烧得通了天，能不旺吗？别过去了。
别进去了，这里太危险，这柱子随时都会垮下来。不关你的事。你若遇险，我还要救你，怎么不关我的事啊？我不需要你救。我的家毁了，你们荣家却在这儿盖新楼、铺新瓦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怎么？我连回来看一眼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世珍，这里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有的，只是你看不到吧？别进去了，啊！松开！对不起，世珍。我从南京接到电报赶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3天。那时候家里还有些大洋在保险柜里，我想过来看看还找不找得到，就看到邻居们从废墟里面从一堆堆的废墟里面翻出亲人的尸骨。那些尸骨全部都烧得面目全非。对不起。大哥也真是的，说好了带你们来看房子，结果他人先不见了。阿尚肯定有别的事情要忙，没关系啊，有你和芳华陪我一起看一样的。大哥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哎，我跟你说，那别墅可漂亮了，里面……走吧，老爷，你怎么能想一出是一出呢？咱们当时可明明说好了，要给婉儿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，怎么现在要去跟什么郭襄理说亲？我可打听过了，那郭家穷的连太太小姐都要自己补衣服。我的婉儿嫁过去能有什么好日子？还不是连嫁妆都得拿去补贴郭家上下老小。行了，郭家那是前清举子之后，嫁过去不会亏待她的。前清举子算什么呀？婉儿可是我大哥唯一的女儿，她才14岁啊！你明明可以给她找一个更好的婆家，你怎么能看着她往火坑里跳呢？哎呀，老爷这是为你们孙家好才说下这门亲事，
你现在怎么反怪起老爷来了？太太要是觉得好，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女儿嫁过去？哎呦，瞎讲，那能一样吗？好了，都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！我告诉你，不要和我闹。郭家也是正经清白人家，嫁过去总比到别人家当妾要好。我还跟你说，青儿的事我还没跟你细算呢。你别以为你在家生了个儿子就可以作威作福了，在这个家里面，你就是个妾。听见了吧？在这个家里，你只不过是个妾而已。小姐，我不过是个妾。当初哄我进门的时候，许我山盟海誓，说什么除了不能扶正，心里最爱的就是我，还说等我生了儿子，就扶我做平妻。哼！原来妾终究是妾，就是个玩物罢了。就连孩子，都是他可以用来交换买卖的工具。小姐，老爷脾气没有以前好了，你何必跟他硬碰硬呢？你以前多会哄他呀，怎么生了小少爷后就全变了？我不是不能服软，我只是觉得累。我再也不想讨好他，奉承他，就连装装样子，我都懒得去做。你说的没错，是我变了。姐，我说过多少次，进我房间之前要先敲门。忘了，生那么大气干嘛？你就不好奇我找你什么事啊？你还能有什么好事？哎，听好了啊！寻物启事。荣氏商行愿意拿出1万块大洋寻求遗失古董，若有知情者，请速与我司联系，必有重谢。古董？什么古董？值1万大洋？金麒麟。金麒麟？阿尚他们家寻这个做什么？是啊。1万块干什么不好？找什么古董啊？哎，姐，我知道你对荣家那小子有意思，特地前来提供信息。什么意思？咱们家也有个金麒麟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有一次，我偷听父亲跟太太谈话，说咱们家那个金麒麟可邪乎了。春儿啊，好紧张啊！
我也是。你们两个好好考啊，别有私心杂念，专注考试。好，别紧张，放轻松。去吧。那我们先进去啊。先生再见。再见。姐姐加油，你也是。这位先生是来送妹妹考试的吗？丽妹叫什么名字啊？念哪一班？兴许我还与她认识呢。我是来接我太太的。好吧，走走走。哎，真是。你这样说可不好，万一有认识的人把话传到杜家，与你是风流，我可就洗不清了。对不起，先生，都怪我太轻浮了，脱口而出，略欠斟酌。对了，他们考试考到什么时候啊？上午要考国文和数学，差不多要到11点半，下午还要考英文。那来得及，上车吧。干什么去啊？陪我去鉴宝。鉴宝？少爷，您请。哎呦，荣大少爷，吉祥吉祥，请。朱掌柜果然守时啊！哎呦，出了这档子好事儿，我没有道理缺席呀。东西拿来看看吧。没事，自己人。荣大少爷，您先等等。您瞧瞧，您瞧瞧，瞧瞧这足经的色泽，哎，再看这花纹，您看这鬃毛啊，纤毫毕现。哎，荣大少爷，您看这底上的印面，再看这刻字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还如此的清晰。哎呀，我啊，一看报纸就知道这是您要找的东西。实不相瞒，这是我8年前在广东一位富商那里用碧玉换来的，一直是视如珍宝，舍不得出手。可如今荣家出价如此阔绰，我实在是动心。又听说是您早些年遗失之物，如今让它完璧归赵，物归原主，也算我积德积福了。你要多少啊？花旗银行就在对面，我可以取现金给你。哎呀，我怎么敢在荣大少爷面前开价呢？啊？诚心买卖，一口价2万块，你看如何？才2万块，我给你开个价吧。您说，也是个2，20，如何？荣大少爷，您这是在消遣我吗？这20块还是买你那个沉香木盒子。周老九，有女士在场，糙话我就不说了。就你这个镀金铁疙瘩，拿去镇纸嫌轻了，压泡菜嫌朽了，就这破玩意儿，你卖我2万块，撑死你！高高高，实在是高！荣大少爷果然是识货之人，也怪老朽考虑不周。您别急，我这就带您看正品，请。来吧。
二位请，请。哎呀，荣大少爷，您这回呢可要看仔细了。这回应该是足金的，不是那种黄皮货。哎呦，荣大少爷，您这话说的，哎呀，自从鸦片战争之后，我虽是一介商人，可是心怀报国之志，虽不能上阵驱逐敌寇，可是骗他们一点钱总是可以的吧？你说对吗，姑娘？别嘚瑟了。说老实话，这个也不是真的。朱掌柜，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能不能老实点？荣少爷，您稍等，我还有一个。还有？别拿了，感情你拿我替你鉴宝呢。我跟你把话说明白吧。哎，我爹在卖掉金麒麟之前，为了辨认，在上面动了手脚。他挫掉了金麒麟的一根鬃毛。哎呦，我说是哪个孙？哎，人干的呢，原来是荣老板的手笔。荣大少爷，您早说这金麒麟动了手脚，不就是了吗？这论瓷器，当属北平琉璃厂的黄二爷；可这论金属器，朱九爷敢称第二，就没人敢称第一。哦，荣大少爷，您过奖了。哎呀，今非昔比呀！如今我也是龟缩在弹丸之地，朝不保夕，再也不是什么爷了。您呐，还是叫我老九吧。九爷，哎，您拿来这第二个，明显是照着我爹那个仿的。说实话，正品到底在哪儿？荣大少爷今天没有带手下，就带了这么漂亮的一位小姐，咱承您这个理儿。跟您说句实话，这金麒麟确实是按照正品仿制的，可那是18年前的事儿了。但是这正品从来没有经过我的手。当时持有金麒麟的是南阳的一位富商，姓阮。可是这活我做完之后，人家花高价就买走了。再后来的事情呢，我可就真的不知道了呀。朱掌柜，别演了，好好说。实不相瞒，这姓阮的商人从上海到广州的船上遭了劫，这金麒麟被一个叫罗五手的贼头窃了去，后来运到了广州。在广州，这金麒麟被仿制出来了几个，赝品散落了出来。可是这正品一直在罗五手的手上。后来，罗五手的独生爱女出嫁，把这金麒麟当作压箱的宝贝陪嫁了出去。可谁曾想，他这女婿生了二心，来了个偷梁换柱，把这正品高价卖给了日本人。这日本人在东三省开园子，面上是生意人，实则是军阀的亲信。此人名叫桥本正三，如今全家从东北迁到了上海，在社交圈颇有名气。兴许荣大少爷您也认识。这1000的支票，劳烦你跟桥本带个话，就说有人要收他的金麒麟。
荣大少爷，您有所不知，这桥本有一个嫡出的儿子，从小孱弱多病，可是自从有了这金麒麟之后，他儿子的病就好了。这桥本是金麒麟为他儿子的保命符，视如珍宝的收藏着，断然是不会出手的。我自然是想赚荣大少爷的钱，可是这事儿办不成，咱也没脸伸着手。难道就没有丝毫的办法能打动他吗？哎呀，这桥本出身名门贵族，有权有势有钱，妻妾成群，儿女双全，人家啥都不缺。我也知道荣大少爷寻宝心切，可是这件事儿我也是束手无策呀。这样吧，这1000块的支票就买你闭嘴，顺带给我一个伪造的金麒麟，把活干好了，别糊弄我。哎呦，荣大少爷，您就是把我的脑袋给崩了，再借我一个胆，我也不敢忽悠大少爷您是吧？哎呀，前阵子听说荣大少爷在市场上寻找一块红玉，可挑来挑去没有对眼的。我这里有一块，虽然不是上等的好料子，可是货真价实从宫里流出来的玩意儿，还有高僧开过光，还望荣大少爷笑纳。这确实是个好东西，朱掌柜有心了。那荣大少爷您先坐着，我先告辞。不送。没想到竟然在桥本家。就是那位桥本诗织小姐的父亲，那确实是太巧了。不过我倒是觉得还是有好处的，你可以从诗织小姐那边旁敲侧击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还可以打动桥本先生，让他主动让出金麒麟。若要求人，必然要许以好处。桥本诗织这个女人可不是猪老九，用一张支票就能打发她。求人哪有空着手去的？那全得看他的要求是否过分，你能否做到罢了。我看你们家求这个古董求得这么着急，你倒不妨可以试试。如果对方开价太高的话，再想其他办法就是了。你不好奇我们家为什么急求这个古董吗？你们这些有钱人整天想着怎么花钱，今天想买这个，明天想买那个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认识了这么久，你还是觉得我是个纨绔？我也就是随口一说，打听东家的是非可是大忌。你也知道我不是这种人。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爹需要那个金麒麟，还一笔旧账罢了。对了，这个送你。朱老九孝敬我的，我把它给你了。这个太贵重了，我可带不起。我说你带得起，你就带得起。要是怕引来贼，就放着压箱底。横竖都已经送出去了，就没有要回来的道理。走了。考完了。是啊，今天的题太难了，尤其是数学。对啊，后面的大题太难了。哎，先生，考得怎么样？先生，
我数学卷子没写完，还留了一道大题，完了，这次肯定考不上。没事的，不是还有面试呢吗？也许面试老师会喜欢你呢。已经考完了，就别想了。哦，说的是。况且，如果你前面题都做对了，后面掉了几分也不要紧的。诗芝，你也是来考试的？我堂妹昨日听说中西女塾招生，也很感兴趣，想明年来参加考试。但我呢，笑她功课不好，肯定考不上。冯小姐，你是老师最权威，你觉得呢？令妹愿意尝试，这是好事情啊。她年纪还小，即便明年春试考不上，不是还有秋试呢吗？那不知道冯小姐是否有兴趣来我家当老师呢？诗芝，你太坏了，哪有当着东家的面就劝别人悔棋跳槽的？你和芳华肯定能考上，那到时候冯小姐不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吗？到我家来正好合适。冯小姐放心，我家也大方，开的薪资不会比荣家少的。桥本小姐一番热情，我要是回绝的话，也太过失礼了。只是人各有志，我本来也是打算等教完方林他们之后，就不再做家庭教师了。所以，您的邀请我只能婉拒了。冯小姐，不会是嫌弃我们是日本人吧？那倒不会，无论桥本小姐是日本人，或是贩夫走卒，哪怕是南洋奴工，我都会一视同仁的。诗芝，你不会是和冯先生商量好，专程来帮他抬杠，让我们家给他涨工资吧？大哥，哪有你这样胡猜的？一下把冯先生和诗芝都给冤枉了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我准备这几天就跟太太提辞职的事情，她应该会同意。我们家没有年底辞人的规矩，冯先生大可安心过年。是我自己想要辞职，和荣家无关。我被聘请过来，本来也是要帮助2位小姐考学的。今天考试结束，我的任务也完成了，自然该走了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年前也不好找工作。去年1年都在为了生计奔波，很少回家。正好年前有空，我也想尽尽孝心，顺便想想自己未来到底要做什么。回家再说吧。先回家。嗯，那先走吧。先生，走走。阿少，怎么了？1年多没见，你变化挺大的。这种清寒的女老师，以前我们在重庆的时候，学校里也有几位，但也没见你多看他们2眼。但这位冯小姐，你还挺护着她的。我一直都挺护短的，只要她还在我家做工1天，我自然就多会护着她1天。那方才她那样折辱我，你为什么还要护着她？是你挑衅在前，既然起了头，就要担当到底。可别有胆开了头，等到扛不住的时候，又怪别人不帮你。阿少，少海把你变坏了。你还真是帮我找了个好借口呢。都怪我们重逢的太晚，如果能早1天，哪怕是早1个时辰，可能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。我并不这么觉得。时间一直在走，诗芝，很抱歉，我没有在原地等你，我已经走出很远了。阿少，我今天看报纸了，听说你们在找遗失的古董金麒麟。是啊。那如果我说我知道他的下落呢？你知道在哪里？我怎么会轻易的告诉你呢？如果不方便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我真的知道在哪儿。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，但是我见到的那个金麒麟跟你们要找的那个极为相似。你知道的那个金麒麟在哪里？我得看一下，才能确定是不是我们家需要的那个。家父酷爱古玩，我家恰好就收藏了一个金麒麟，
冲着家父的鉴赏力和他对这宝贝的珍爱程度，想必不会是西贝货。但至于是不是你要找的这个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那还真是凑巧了。真的是巧合。令尊与家父认识，你可以上门拜访。如果你可以讨得家父欢心，投其所好，他未必不会把这金麒麟拿出来和你一起品鉴把玩。到时候你可以自己仔细看。行啊，到时候还请你在令尊面前替我多美言几句了。阿尚，你放心，我说过了，我们做不成情人，还可以做朋友。你也知道的，我一直都欢迎你上门来做客的。大少爷，商会那边人都到齐了。好，那你留下来送冯先生还有小姐们回去。是。我还有事，就先告辞了。冯先生，这种女人根本就不配与我为敌。哎呀，你说这荣大少爷怎么忽然心血来潮，专门挑咱们几个人开什么乡里会？我听说这个荣家大少爷游手好闲，是个绣花枕头，这么多的合同和账目，他能看得懂吗？恐怕他是在他爹面前演出戏，糊弄他爹吧？啊！大少爷，您来了。嗯。哎呦，嘉上，嘉上啊，你怎么想起来要开一个乡里会啊？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招呼一声就行了。你说还麻烦这些叔伯们大老远赶回来。是，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当面说比较好。坐吧。啊，坐。发下去。这上面都有名字，你们自己找一下。我看看这支票啊！这怎么是欠条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根据荣氏商行历年的合同、采购单、报销单等文件核对过账本后做的一个账单。有些乡里欠了商行的钱，有些乡里给商行赚了钱，这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希望有些人可以把欠的钱补上，赚了钱的乡里，我会根据比例给大家分发奖金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这是奖金？怎么能这样啊？你凭什么说我们欠商行的钱？我们每本账和商行里的会计们核实结算过，而且荣老板也签过字，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账是平的。你一开口就说我们贪污，这是侮辱我们的人品，怀疑我们跟随荣老板做事的忠心。就你一个毛头小子，别想骑在老子的头上撒野！对呀，对，凭什么怀疑我？就是，你先掂掂自己几斤几两。太不像话了，年轻人才不像话。账本27651，这上面记载了一笔关于丝绸西运出国的买卖，成本价格是7980块，人工价格360，航运660块，成本合计是9000块整。这批丝绸最后卖了12000，为商行盈利了3000块。没错，这是我的账。可是这笔账上的劳务费用十分可疑。上海的人工费用平均1个星期是1块钱，你是雇佣了30个人，装货装了3个星期，卸货卸了3个星期，这批丝绸有好几吨了。还有，你作为乡里，如果劳务费用上出了问题，人工效率极低的话，你完全可以从劳务费用中扣除误工费，为什么没有明示在账本上面？这个，对了，这其中还包括外国人的劳务工费。英国公司一向是用外籍劳工，可这外籍劳工的费用比上海的低多了。哦，嘉上，
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。这笔账呢，还包含劳工的伙食费、监工的监工费。对呀，我可以摸着良心说，这笔账没问题。就是没问题，没问题呀，没问题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聊聊你丝绸采购的部分吧。你是从杭州的桑园里直接采购的这批货，没有中间商赚取差价，对吧？对啊，我这也是为了商行着想，直接采购可以降低成本。前年南方干旱，桑树枯死，这丝绸供不应求，价格翻了1倍。但是去年雨水充沛，这价格理应降了下来。这批货是你去年采购的，但为什么付的是前年的价格？我已经找桑园的老板核实过了，人家的账上清清楚楚地记着，荣氏商行的采购价格是4900块，还有100块钱，你以车马费为由，直接从柜台拿走了现金。大少爷，唉，太太，能耽搁您一些时间吗？坐下吧。谢谢。什么事啊？今天芳林芳华都已经考完了，我在路上问了一下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2个人都能够被录取。我想，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来跟您辞职。这么急啊？本来我们荣家也没有年前辞人的规矩，风先生要是愿意的话，等到年后再离开也可以的。东家厚道，我感怀在心。主要是家父身体一直不好，母亲一个人在家照顾，有些吃力。我还是想早点回家帮忙。你也是孝顺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便多留你了。去账上先把工钱结了，等发了榜，孩子们要是录取了，那奖金我也会如约送到你家里去。多谢太太，我告辞了。
荣定坤一直都知道我是文春里的受灾户之一。如果小姐们考完试，我还继续留在荣府，别说荣定坤了，就连荣家上也该起疑了。所以，我决定主动请辞。麻烦帮我转交给2位小姐。好的，冯先生。谢谢。家少，不知你能否如我所愿？冯小姐，孙姨太，听说你要走了，工作任务都完成了，该回去了。怎么说走就走了？家父身体不太好，我心中不安，也想早点回家。你之前一直忙，我们都没顾上说几句话。我送你吧。好。冯小姐来到荣家不过才3个月，但却好像过了大半年似的。实在是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了。我过去性子不好，对冯小姐不大客气，也多亏了您大度，不同我计较。孙姨太之前身怀6甲，孕妇的性子实属怪一些，都是人之常情。至于少卿的事儿，是我错怪你了。他们有你这样的朋友也是好事。我其实实在没脸做他的姐姐，现在看来，他走了也好。孙小姐出走的事，和我实在没关系。我知道，冯小姐，我只求您一件事。少卿他肯定是不想跟我联系了，但我却没办法不牵挂他。如果你找到他跟你联系，麻烦你帮我转告他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也支持他。如果他在外面遇到了什么麻烦，大可回来找我，不必一个人撑着。我亏欠他的，也想弥补回来。麻烦您了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There are no birds in the sky, but I have flown.
大少爷，滚开！你怎么说走就走了？都辞职了还不走，赖着做什么？我白天就想问你，你好端端辞职干嘛？我白天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？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又惦记父母，怎么就不能辞职了呢？荣太太也没说什么呀。是她让你走，我没让你走。